大家好，我是陈老师，欢迎大家今天参与我们的直播。那上一周我们在做这个的春季补阴法会啊，那不好意思，老师结束之后有点太累了，好，所以就直接躺平了哈。那这次补阴啊，还蛮顺利的，还蛮顺利的。我老师很顺利的把所有的仪式的一次做完。这个做法会有时候你是一次做不完的，就是说你中途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比如说你在超度啊或者回向的时候，有时候会稍微卡一点，卡是什么？因为有一些的另外一届的，他可能就是不大愿意，或是生气，然后表达愤怒啊，这个或是情绪激动，但是会有的，所以你不一定每次都可以顺顺利利。那这次的补运啊，补得很顺利，那希望老师可以为各位争取到我们在岁是甲辰年呐、接下来的日子啊，我们都可以顺顺利利、平平安安，那个否极泰来，逢凶化吉，遇难转重其寿，遇到吉利啊，那锦上添花。对各位说好不好呢？好，那我们先开始，我们老师先说一下哈，那个老师在5月9号的时候前往杭州，预计啊在中国会待了2个礼拜的时间啊，那有这个在杭州啊可能会上海也说不定啦，应该本来要去北京的，但现在好像那个天气不大乐观，然后个人的预测了，那天气可能不大乐观，所以老师可能还在其他地方再去找。那第二件事情就是说呢，我们的这个八字师资班了，我们上到第17节了哦，也就是呢，下礼拜我们会上到19节，然后再下一个礼拜我们就进入涨价了，好吗？那这一次我们教到了我们的财格哦，财格还有时商格，这个其实在这个部分啊，这一节课上完之后啊，各位其实拿自己的牌了，大概就一看就会看出来，是说我们大概生命的轮廓就可以看出来了啊。在下一节课上完之后，你会更清楚，拿出每一个人的盘了啊，你大概只要你真的认真上哦，上了有点懂的话，那你可以看出来你的时运高或低了啊。这个前头没嘎嘎在里面，很多的一些犄角旮旯的一些技术在里面。好，怎么样的时间你可以，这个人他生下来命运好不好？哦，其实你上到我们今天这一礼拜的课程来，你大概就可以清楚了。那到下个礼拜那叫补强，下个礼拜是比劫格跟杂格，哦，有的说重额格啦、重弱格啊，那就是变成杂格了，好吗？好，那各位可以有报名的哈，记得好要看。那个有件事情跟各位提一下，就是说我们的一个八字排盘软体啊，好，在我们只要是在国际啊，我们是在中国以外的朋友啊，请尽量都还是以我们在 Google 平台那边 Google Play 下载的地方去下载我们乾坤门八字排盘啊，里面没有广告，有就一两句话而已，啊，它不会闪什么按完看广告完然后再把它关掉哈，那没有哈，老师做事情都是这样啊，下载回来就可以免费用，就可以直接用，而且不存储任何的使用者资讯。那有人跟老师建议是说，老师这样子的话，我的客人资料什么东西不好存？诶，目前为止是暂时，我们目前还是没有考量到是说要不让你存客人资料了哦，因为这个它毕竟不是拿来盈利作用的啦。那如果你要加入到资料库的话，它跑起来速度会比较慢一点啊，或者说它需要网络程度比较高一点。那一般我们在网站上下载的哈，老师之前提供给各位单一的网站下载的，各位可以删掉，然后去 Google Play 去下载。那至于中国内地的朋友啊，各位老师2个礼拜的时间，因为老师在中国的这个排盘软体啊已经备案通过了，好，接下来要做智慧财产权的审核，所以它需要一点时间。那审核过之后，老师会在所有中国的平台那边，好，全部去铺上我们的八字排盘软体。那当然，这个都是可以使用在安卓手机。那至于鸿蒙手机能不能，老师给老师多一点方法。那至于你苹果的用户啊，那可能暂时稍微委屈一点啊，那个老师可能暂时需要更多的时间去做，因为送上去啊，他有打枪回来。至于他写什么，我不是很清楚，因为还没有时间去看。啊，说我送上去，他被打枪回来，说时间要归零重算了，好吧？所以说我们就尽量，好吧？我们尽量把它做出来。那学习我们课程呢，就在第20集以后啊，我们大概会比较常用到这个盘，因为我们要看命例啊，就是说你这个命啊，大概打出个例子来，好，那你要怎么去看它？那至于我们的师资班会不会考试？会有考试的哈。这个考试是在老师给你随机出一个命盘啊，不用担心，那可能是历史上的名人，我不会告诉你他是谁，但是呢，你必须要告诉我说他的怎么样。那你过了凭别人的命之后，那请你凭你自己的命给我听啊，这是我们后来要考试的东西，好吧？哦，这怎么说？老师也是算命的了，好不好？虽然我们讲世界潮流跟预测，但总归言之，老师还是说算命的，这个是很重要。好，那我们其他不多说，我们直接开始我们今天的主题哈。这礼拜最大的一个国际案例啊，其实
不见得是只有聚焦在战争这场事情上面。其实这一周发生了很多值得去深思，而且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窥见未来变化了有一些像是指标性的事情。那第一个事情当然就是说，现在在美国已经开始兴起了新一轮的学运。这个学运当然按照美国它的观念它应该是个美丽的风景线。其实学生抗议做学运这件事情美国是做得相当好，这个老师必须说，欧洲跟美国他们是做了相当好的一个学运的典范。因为什么？因为他们抗议或是举办这些静坐什么东西的，它并不会很容易的去产生这些暴力事件。这是指大学的学运不是那个黑命贵的一些事情。以大学生的高等教育分子他们去做的这些学运真的是很典范。因为你的声音可以去表达，你可以去各种不同的诉求，但是他们不会在大学里面去打抢砸，或者找不同立场的同学把他暴打一顿。这个事情是没有的。所以说也包含他兴起出来的，包含是常春藤，还有纽约大学、纽大之类的，还有耶鲁大学。这一些的学校，他们的一个素质基本上也是大家都知道是蛮高的。老师有很多贵客也都是这些学校的校友。那在这个状况之下，他们其实做的都是非常规范的他们并没有去打抢砸，他们也没有去口出恶言，也没有做什么太越格的事情。其实你要去说它其实比老师我们在亚洲看到的，哪怕是五四运动等等之类的，它都还算是和平的，因为它并没有去在妨碍到大家日常的生活比如说我们之前在看不要说香港的黑港事件了，那个本来就是有问题的。但你就说台湾嘛，之前有倒扁或者是什么花花运动好，那些其实你是对百姓是有伤害的，尤其是那个什么花花运动什么大菊花运动，对不对？你是造成了国会空转，这其实都是很不理想的一个事情。他们以他们的意见去干扰了你整个国家的运作或者百姓的运作。好，这些都是不应当的，这些都不应当，哪怕是当时是倒扁运动也是一样，那是不应当的，因为你封住了路，你知道吗？这个百姓你要上班上课，你就必须绕过去而行，而且很多人不知道你到底会做出什么事情。像老师以前在倒扁运动的时候，那时候老师需要去跑业务，那你去送货的时候，你这北车那边一大堆游民，说的是倒扁他其实只是那边等便当吃而已。是不是？那这个其实就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但是美国这次我觉得学生们做的真的是很出色，因为他们做的非常的完善。但是为什么到这个事情他们做的如此之完善他们秩序之良好，但是他却要被殴打、被抓起来？为什么？因为他们他们认为他们要求的诉求是以色列，你必须要停火。他们不是反犹太人。好，各位，其实在很多的台湾的媒体可能报的比较少一点。说实在的，台湾可能就网络媒体对这个美国学运报的比较多。你说在一般的社会性媒体尤其是某个颜色的媒体它几乎是很少凤毛麟角的报道。为什么？因为知道的，知道原因就好了，不好了，我不能讲。所以说它就变成这件事，就是说，今天它只是很规范的学运，但是你去违反到了顶尖的那些资本家的利益。为什么？因为像华尔街他们整个兴起的巨头，那几个华尔街整个金融巨头里面有绝大多数都是犹太人去掌握的华尔街。而我们也知道，掌握了华尔街，他就掌握了美国的经济。所以说这一次他在这个社会运动方面其实我也不晓得为什么那些纽约的州政府或者是这些的一些议员他们的态度这么样的强硬，包含拜登也是一样拜登去谴责这些学生，你为什么要抗议呢？你怎么可以支持巴勒斯坦呢？这个言论表达不是很自由吗？美国最近还成立了美国共产党呢，对不对？你对美国共产党是包容的，但是你去对你们的学生去进行了他们的学运，然后你却是要谴责，你不应该支持谁？这个言论自由在美国，我觉得这个标准实在是令人觉得可能过去跟现在不一样嘛。但是拜登是旧的保守型人物，那你怎么可以去拒绝别人去表达他的一个声音跟诉求呢？各位，你知不知道？其实说到这里，各位了解一件事情讲到学运各位可能只知道是说近代一些东西那各位你要去了解一件事情。学运不只是台湾的大菊花运动，或者是那个什么其他的运动，也包含了所谓的禁忌话题6·4天安门事件，它也是学运。但是各位你知道吗？可能只有中国的朋友知道，跟我新生代朋友可能还不知道，中国的所谓的文化大革命，它也是从高等教育出来的，它也是从那个北大清华那边烧出来的文化大革命。所以文化大革命它也是学运，只是他们失控了。
对不对？有心人士的操作之下，他失控了，变成焚烧整个中国大陆的一个浩劫，那是真的是一个浩劫。那个相信即使是研究历史的，应该没有人会去反对。文化大革命它就是一个中国上的一个历史浩劫，它其实不亚于那种三国大屠杀的状况哈，那个完全是不亚于，因为它是无差别攻击，你只要不是我贴的标签，那么我就给你贴反革命的标签，那么你就得去死。哦，这哪是儿子去告妈妈，害妈妈被枪毙都有。哦，这故事什么都有，奇形怪状。但是既然是发生在民主的一个美国，你现在做这件事情就变得是资本去介入。为什么？因为你不能反我们的祖国，而美国是美国，以色列是以色列。为什么反以色列？然后呢，这些美国人啊，这些美国人是真的是美国人，他国籍 passport 拿出来，他是美国人哦。然后呢，你却是说，哎，你不能去支持你国家以外的东西。那就这个是不是就很奇怪？所以是说啊，在到这个状况之下，以色列相信他也是面临到一点的压力，所以说他现在也是持续的去进攻了加沙，而这个东西而且也是催化让美国这个学运啊越演越烈，而到现在为止啊，他是不断的去增加这些，现在已经被逮捕了已经数百名学生，而且不只是学生，连这些老师在那边去支持学生的也被带走，为什么？不重要。不重要，就是因为你就是应该被带走，就是这么简单。警察要抓人了，没有什么太多的技巧，就反正就是抓你就对了，没有为什么。而在这个状况之下，不配合，他觉得我在伸张我的一个言论自由，我在表达我自己的诉求的时候，那么我不配合警方的时候，那甚至警察对这些学生还进行了那个什么泰射枪，也就所谓的电击枪，就按一下，拿那个弹簧射出去，然后插你身上开始叮，然后你就产生了雷元素了，对不对？你就开始身上浑身都有电的，变皮卡丘了，是不是？所以这个东西就很非常诡异，非常真的是非常诡异的地方。当然，最好的地方就是在于这次学员没有外溢到路上跟街上。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很好的事情，但既然如此，你干嘛去抓人呢？所以说啊，这包含了无论是摄影师，无论是记者，无论是教授，无论是老师，无论是学生，哦，只要你是反犹的，不是说反犹，他们把它贴上反犹的标签，其实他们真的是反什么？是反那个以色列去屠杀巴勒斯坦，所以他们是主要的不是反犹太人，而是去反什么？反你侵略，反侵略这件事情。所以说啊，这个事情啊，也包含了什么？这个。有一些的议员，他甚至还说错了，你要动员的军队跟国民兵哦去镇压这些学生，真是太奇怪。这个我说真的，这个在任何的一个思维里面了，这其实真的是一个荒腔走板的想法。而在资本家，他们也是不断的很紧张这件事情，因为这是毕竟他们的母国嘛，对不对？他们的祖国，他们你要支持是可以，所以他们也不断的放出谁去参加了这个挺巴勒斯坦的学运，那他就终身不录用。终身不录用，那这个东西也很奇怪，我在怀疑我们政府是不是跟他这招学得很好，哦，但是终身不录用，所以他就变成是说用你的前途来打压你。而奇怪的事情就是说呢，过去这招是很有效的，因为不会有人因为一时的激情去把自己的前途葬送掉。但是反过来，现在其实他越要去断这些学生的出路，而这些学生加入的人反而越多。好，这个是一个蛮特别的地方哈，这是蛮特别的地方。而这些状况之下，当然现在舆论也有一方面是尽量把它贴成反犹太，但是实际上啊，不是每一个犹太的学生或犹太裔都会去支持现在以色列所做的事情。这个是一个很现实的事情，包含谁呢？老师讲一个很有名的犹太人啊，他是真确的犹太人，那他却没有去怎么样，没有去扼杀这些学生的言论，甚至还去出钱去支持这些抗议的学生。那个人是谁呢？那个人你可能想都想不到，那个人叫做索罗斯，对不对？家里螺丝松了，叫他来锁一锁就锁好了。索罗斯是不是？索罗斯啊，他是匈牙利人，但是他是犹太裔的，所以他是标准的犹太人的性格。说到索罗斯，他有一点特别的东西啊，他爸是作家，而索罗斯他的母语啊，除了匈牙利语还有英语之外啊，他还有一个特别的语言叫做世界语。关于世界语啊，其实在是中文翻译是世界语，那当然它的意思是说创造一个像秦始皇一样，对不对？书同源的这个状况之下，它需要能够变成世界共通的辅助语言。但是呢，其实很努力啊，但是没有成功，因为世界语啊，全世界最多也只有200个人会，那现在也正在逐渐的减少之中。
那回到主题就是说，这个索罗斯他旗下的基金会啊，是去帮助了比如是说帮助他们什么犹太和平之声啊，或是学生支持巴勒斯坦正义啊，或等等之类的这些学生团体他们每一个基金会啊，至少都有30万美元的资金的去支持，然后去让这些大学里面的示威抗议的人他可以怎么样？他可以有在亚马逊就帮他订好的帐篷给他们去住，甚至呢还给他们吃免费的一些食物，比如说三明治啊之类等等的还有喝了免费的咖啡反而是反向过来去支持这些抗议的学生。所以说，是不是所有犹太人都会去反？其实我们回到一个重点来讲，就算是学生团体，它里面的团体名称也是犹太和平之声，或是学生支持巴勒斯坦正义，或是你知道开放思维的这些东西。所以说，美国玩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发现，现在你要一直不断的去怎么样，不断的去操作这个以色列的话题，他以为只是外交上的问题，你只要挺过去，那么这些事情都没有。这些事都没有，那么这个事情的算盘可能就打得比较差一点。而这个东西我们就反映到一件事情这个我们等下会延伸到乌克兰战争上面，我们就发现里面有很多的猫腻在。比如说什么呢？比如是说这次的这个乌克兰战役他们拨发了很多很多新的援助案要去给这个乌克兰。上次我们上个礼拜有谈到，对不对？那个拜登批准这些法案，那大量去援助乌克兰。各位你要去知道一件事情。批这个援助法案，但是这几百亿的美元不是去给泽伦斯基去开支当司机去花钱，不是的，他批了这几百亿美元是交给美国的军火商，然后呢给他们送军火去这个乌克兰战场。至于我跟你讲我会送什么东西，但是我跟你讲我会给你，但是呢跟我要实际给你那是两回事。就跟欠钱的人一样，我明天还你钱，但是明天每天都有明天，那你怎么知道是哪一个明天呢？对不对？那所以说就会变成说，就一直一拖再拖，但是钱是进到哪里去？钱是进到这些军火商这边去，而且给的速度还比较快一点，因为他付钱而已。那军火商收到钱，他开始生产，生产呢交货一定有什么障碍啊？比如说交通不好啦，或是我们船期没安排好啦，没有找到适合的保险公司啦，没有押运人员啦，这些都可以去拖。因为为什么？因为乌克兰拖不了多久，他就要差不多快完蛋了。那么我只要拿到钱，我货还可以不用出，那这个账还是要算到乌克兰头上。各位你知道吗？这就跟高利贷一样，就是说我去借钱9进13出，是不是？那你至少你给我9吧，是不是？但是呢，我答应要给你东西，我要借你钱，然后呢，我把钱拿去给了我的账房，我账房说我会给你，那到最后还说来不及了，我的票跳了，来不及了，头顺嘎不了了。那你还没给我钱吗？那我是不是可以不用还？不行。我说要给你钱，你没拿到钱，但是你还是要还我钱。现在就是变成这个情况，而军火商的背后是谁？那各位可以知道那个跟现在所有这些抗议事件都是有关系的事情。所以说，在这个状况之下，就变成是说，以色列他的一个脚步就很复杂，他既不能够让自己停下来，第二个也没有办法去压抑别人开始反对他的一个声浪，因为他们在美国的暗装，不对，他美国的这些同胞都已经没有办法很轻易的去消灭这一次的舆论的一个火苗。而这个状况就会变成是说，现在很多美国人站出来，就是学生反映出来是什么？我们在美国号称的自由民主跟资本主义的社会，但是我们的国务卿、我们的财政部长、我们这些重要的官员，居然围绕在总统身边的全部都是犹太人，华尔街的也都是犹太人所掌天下。那等于是说，我们国家是被那不到1%的犹太裔所掌握了整个国家。这个话在什么时候会出现过？各位，你有没有想到很真的是有即视感的东西？这句话在什么时候有出现过？二战之前，希特勒他在酒馆里面讲的基本上都是非常雷同的话。为什么？因为希特勒就讲，我们所有的金融、所有的东西，还有这些银行的调度的东西，好，甚至连物资都掌握在犹太人手上，是犹太人害我们变这么惨的。历史总是越来越快的去重蹈覆辙。各位有没有发现到一件事情？我们之前说过任何一个国家你是很难撑过350年这个轮回的通常你不到350年，你就会改朝换代。但我相信美国好像现在的状况是比较有点像，你知道吗？它200多年的历史，那现在是不是会出现类似的问题呢？这其实蛮耐人寻味的事情，你知道吗？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王朝超过350年到360年的，各位可以去翻历史，通常都是这样。为什么？因为人类一直不断犯一样的错误。
所以说到这个反战示威啊，现在有在说是说，包含了一些议员啊，或者是一些州政府说在想是说，你既然要去消灭这个样子的学生抗议，那么已经蔓延到50所学校了，那你是不是应该招国民兵，甚至招狙击手？哦，有的说主击手了，没人叫念狙了，狙击手去对付学生，谁来开始演讲的时候，给他一枪，让他躺在地上抽搐2下，然后再抬走。是不是说现在这个东西就变得是很大很大的一个问题？所以说现在美国现在硬要去挺这个以色列的时候，就发生了什么？就发生中东开始变形了很多很多的转换，包含什么？包含了这些沙烏地阿拉伯。他们开始怎么样把这个战斗机，他们自己的国防军啊，开始去购买中国制的一个那个歼20，那 F35呢，他就不见得要去跟美国买，那这个样子会不会造成谁的损失？当然也是造成军火商的损失，而这军火商后面的金主是谁？那我们也知道，好，这个我可以去上网 Google 去找，Google 上就有了，这个不用老师去讲。所以这个东西就变得是很大很大的一些威胁，跟很大的一些社会情绪的变化，而这个时候来让美国出现了美国共产党，那这个其实对于美国的一些社会主义的思维，或是一些政治的浪潮、政治的一些模组，可能就产生了很多很多的变化。当然，美国共产党是起不来的啊，这个我们可以确定可以知道，美国共产党它就算它成立了，它也没办法募到足够的人，这是一定会的，因为百姓的根深蒂固啊，那是不会轻易改变的。好，那个基本上它是没戏的，政党这么多，不差你美国共产党来一个，只是别人会开始反思，我们现在所有的社会的资源掌握在谁的身上。所以老师是担心这件事情是在于，不是美国你的在台高筑，而是别人发现你的在台高筑，而这个别人不是别人，这个别人就是美国百姓你自己发现你自己的在台高筑，全部都是由犹太人所建立起来的债务。各位懂老师的意思吗？哦，包含了我们联准会主席，是不是？哦，这些东西，这所有钱都变成是说，在他们的制定的游戏里面来去进行这些举债跟消耗，跟这些金融政策的制定。那么印钞票的是你，然后呢，你在运行这些钞票的游戏的也是你，然后股市也是你的，期货也是你的，石油交易所也是你的，对不对？什么都是你的。那么请问那些央格萨克逊的百姓，他们到底拥有了什么？他们拥有了很多，包含了贫困跟无知啊。这不是老师在黑美国。美国现在的贫困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严重，等一下我们会谈到这个问题。所以说这个事情啊，我们就要去非常注意。好，这是美国学运的问题啊，拜登能不能拿出他足够的智慧啊，来去解决，让这些学生可以能够他的怒火能够慢慢的消退，或是能够事件能够被其他事件所带掉。这就端看拜登的政治智慧，他能不能宣布是说暂停的去给以色列这些援助，直到以色列愿意去做一些真的合规的难民营，或者是停止，或是会去协商，那么这个事情才可能善了。只要是拜登持续去支援，让以色列要5毛给1块的状态，那这个事情可能会危及他的一个选举上的一个状况。因为你各位要发现一件事情，当拜登被攻击的时候，你看特朗普他是没有什么话的。他对这件事情发言有前面发言几次，他现在基本上看学运起来了，他对这件事情开始不谈了，他开始就不谈了。好，说这个事情就变得后面很有趣的一个状况。而在以色列这个状况之下，那当然我们也发现是说，黎巴嫩的真主党还有其他的一些，比如说我们的那个什么胡塞组织对以色列本土开始进行了攻击，说这也印证了我们之前在这个哈马斯他在掀起这5000个火箭弹去击中以色列之后，我们就有讨论到是说，这个事情你要让中东的兄弟团结起来，那肯定不可能我们立刻就发现他立刻就变成众志成城，然后开始对以色列进行的攻击，或是开始做了围堵，那个是办不到的。因为以色列的军事实力、资金实力跟他的一个其他的国际的实力一开始是很强的，所以你是不可能靠中东这些好兄弟、穆斯林兄弟的能力就有办法去围堵以色列。但是你给他3个月、半年的时间，情势就会开始变得不一样，因为你要训练士兵，你要筹集粮草，你要去准备军火，你没有3个月、半年，你是办不起来的。就光我们以前下基地要去训练，你也是1、2个月、3个月，你才能够是说从基地回来，你才是说，我这个是堪用的一个士兵，而且只到堪用3个月的密集训练出来的士兵只叫堪用，就是说他会理政少息，会听命行事，你要他打仗那个是不可能的事情。
他连枪可能都还不是非常的熟练。所以这个是状况之下，我们现在看到中东已经开始做了其他部分的一个运作哦，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而当然，现在以色列军方他们的有一个在那个巴勒斯坦边境啊，有一个叫做犹太永恒营的这个单位，也就是说那个单位很特别，就有一点点怎么讲，有一点点类似过去清教徒之间的这个状况。而这个犹太永恒营啊，它里面基本上大多数都是男性。而且呢，他们也不大允许啊，他们去接近女性，是一个完全的全心全意的奉献给宗教的，有一点点说真的啦，你跟塔利班其实没有什么两样的一个组织哦，塔利班他们也是类似这样的想法，这塔利班他不会去掩饰他们有一些不好的地方，而这个犹太永恒营他们包装的非常好，而这个状况之下，代表是说这个犹太永恒营啊，他们再去对这些巴勒斯坦跟这些作战战场的时候啊，他们所做的方式啊，跟他们所信仰的宗教不一样，他们不讲仁爱了，就直接用最残暴的方法，用圣战式的方法啊来去进行的这些攻击，还有进行的这些残杀。那现在当然就是说，以色列被发现说，你们既然知道犹太永恒营的事情了，他就来开始辩解说啊，这个他们不是故意的啦，哦，他们不是故意的，只是环境所需要。对不对？那个他们不是故意的，说这个状况啊，这个美国当然觉得是说啊，你只是一个营，不然你就把它当替死鬼。所以拜登啊也开始准备去制裁这个犹太永恒营啊，你是以侵犯人权的状况之下，所以是说我们不能给你犹太永恒营的援助。那个营其实不多人啊，那个营其实不多人，但是呢，就是变成一个标杆性的，就是说我有做这件事情，我不是一看到犹太人我脚就跪下来啊，这个现在犹太永恒营就不对，是不是？我们就要开始对他做制裁。这跟什么一样呢？这跟在乌克兰东部，然后那些纳粹组织是差不多的意思。美国给他们很多很多的援助，到后面发生问题了，那他们就必须要当做替死鬼。所以说，当俄罗斯去攻占乌克兰东部的时候，把这些纳粹组织去消灭的时候，美国有帮忙吗？有，但是有了，但不多。哎有，真的是不多。所以现在这个世界局势啊，就会从这种血运里面呢、让美国从内部感受了压力。而一个国家当内部产生这些压力的时候啊，他要去弭平它哦，就比较困难。为什么？因为这个东西是伤筋动骨的东西，你外伤哦跟你内伤是不一样的哦，内伤跟外伤是不一样的治疗方法，就包含64天安门事件。这个事情啊，其实你就只在天安门上面，但是呢，你对中共的他们的一些负面声浪，还有他们百姓的思维，还有这国际的观感，哦，甚至他们连自己后面要不要去任用大学生，很多大学生这个北大毕业，他只能去卖猪肉，对不对？就变成了很多很多的影响哦，这个很没办法去不可讳言的。而讲到这个64天安门呢，那老师也跟那个朋友去讲过，64天安门呐、我们在台湾所听到就是那个坦克车去撵那些学生呐、然后那个学生必须要怎样拿那个铲子来把它抠起来，对不对？但事实上是这样吗？我跟各位说一件事情了，那个时候老师在念书了嘛，因为那么久以前的事，对不对？那问题是我们从报纸上看到的，从新闻上看到的，只看到学生站在坦克车前面，但是谁有看到坦克车把他撵过去的？有没有人看到嘛？对我没看到啦，当时我在台湾嘛，我是学生嘛，我这个对这个记忆犹新。我们早上起来还需要为那个鸣钟之后，我们还要为他默哀3分钟。我在想，关我屁事啊！你被撵的是你家的事，你叫我干什么？是不是？而各位要去知道这件事情是真正在第六次天安门学运里面上升最多的是谁？不是学生，上升最多的是解放军，而且是青年解放军，被那些学生抓起来，就是凌迟、火烧，对不对？就这个是极其残忍的方法去处决他们的解放军士兵。解放军士兵是别人吗？那不就是他们自己的同胞吗？对不对？就学运一起来的时候，当有些人在后面操作的时候，比如是说在60天安门下面就有我们的裴老太太，她年轻的时候叫裴小姐的时候，她也在那边所参与。说很多事情啊，是在这个学运一旦运作的时候啊，对这个国家产生了很严重的内伤。那这个内伤啊，也会影响到美国，只是就看他什么时候有没有更高超的一个政治智慧把它弭平，好吗？好，那我们等下看一下各位有什么问题啊？大家好，感谢 David 赞助，感谢正好赞助，感谢 Jamie 赞助，感谢大家的赞助，有人捧人场，有钱捧钱场，感谢大家的帮忙。哦，双况，犹太人不过是伪命题。其实我觉得啦，
我们把它定到反犹是不对的啊，因为它毕竟它是反那个巴勒斯坦被屠杀啊。事实上，其实基本上啊，我老师所看到一些比较正规的团体啊，或是一些情报来看啊，基本上他们不是反犹太人，犹太人何其无辜呢？对不对？他其实还是在于是说反这个一个以色列去屠杀巴勒斯坦的居民，因为他们杀了已经有记录，就已经3万多人，而且一大堆都是女人跟小孩。你是英雄好汉吗？英雄好汉，我跟你讲，战场上死军人那个大家没话讲，军人呐、哪怕是勃起啊，然后那个什么那个大将勃起啊，你坑杀降卒5万人都无所谓，因为那时候士兵对不对？军人就是该去死的，不然我们要军人干什么？军人就是上场打仗，哎，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你杀军人当然没有什么问题，是真的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你不能杀妇女跟小孩。他们不是军人，他们是百姓中的百姓，毫无战争之力的百姓。那你怎么可以去屠杀他们呢？这个是完完全全的错误，甚至还尽可能去怎么样屠杀之外，你给他痛快就算了，还打算饿死他。这事情真的是令人发指。我不晓得以色列给他们的教育是不是他们的神给他们的使命，就让你去杀人吗？就我所了解这么多的那些长老那些教会的朋友，他们也不明白为什么要这么做啊。是不是？但是他们做了怎么办呢？没他办法，好吧，这真的没办法的事情。好，看有什么问题哈？朝鲜李王选李氏王朝，他是算臣属在明朝底下哈，而且他的国王有一直被替换掉。乌克兰战争所做的解释，什么乌克兰什么？对不起，我后面被那个挡住看不到。好，乌克兰军援啊，军援这个是这个其实在网络上可以找得到的，好吗？啊，乌克兰的那个可以在军援上找到的，我们就可以去看他的状况如何。好，那第二个，我们进入到我们的另外一个议题了哈。现在从这个世界的各地战争之下，我们可以知道现在的经济啊，其实很多国家都认为他们的经济应该是可以发展，但是尤其是美国跟欧洲，美国的财政部长耶伦一直说他们的经济非常的强大，非常的一个蓬勃，他们的一个基本面很好。但是呢，美国银行又开始倒闭了，倒闭的不是别的银行，而是之前啊去接收其他银行的美国共和第一银行。它就变成它现在倒闭了啊，它就做不下去了。那说它就被其他银行所监管，然后他们32家银行啊被富尔顿银行所收购啊，收购回去就是说他要去吞坏账啊，他要去吞他的存款啊，一些传不出来的一些账单啊，都会被这些富尔顿银行所去处理。那这个东西呢，富尔顿银行它能不能去处理掉呢？不知道啊，因为银行家的算计，但是连共和第一银行他们都没办法去承受这个坏账跟高利率的话，那么其他人当然也是有一点状况。所以有其他的专家是认为是说这个美国的银行倒闭潮啊，今年它现在4月底了，倒了第一间，那后面的状况其实是非常难说的。这个银行这个问题啊，其实我们过去一直谈到是说高利率跟低利率啊，其实对这些银行变化太快的时候，对他们讲都是伤害。尤其是什么？其实你说坏账最主要拖垮他们的原因是主要的。你看一般的利息，比如贷款利息升高，对银行是白赚的，因为你只是央行升息，我就可以对客户去升息，客户就必须缴纳给我更多的这些利息，这些利息是银行赚走的啊，就是赚着，它就是它的利润，这个是没有错的。说升息对银行绝对好处，但是它也是双面刃。我们之前有所提过一件事，就是说美国很多商办的公司哈，就商办大楼，他们很多客户就干脆不干了，我在直接work from home，我在家里上班就可以了，他就不需要这么大的一个美轮美奂的办公室。所以说啊，很多办公室变成空租率很高，而空租率很高的时候，我们之前也讲过，房东跟业主你要怎么样维持下去？你没有收到租金，你怎么去缴这个贷款呢？这个在欧洲跟美国他们的一个资本主义的为挂帅的世界，跟那些亚洲国家不太一样。比如说你像越南啊，早期的越南跟过去的台湾，还有现在的中国很多地方啊，他们买这些办公大楼啊，那个房东有时候都是全款买的。你知道吗？就全款买了，反正我钱堆的地方也没什么多少利息，我就全款买楼。反正买这个楼啊，在过去的20年之间呢，他们认为房子是绝对涨价的，不可能存在跌价的。现在台湾很多老百姓还是这么认为，他认为房这个东西只会涨价，跌价是不可能的，绝对不可能。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有这种想法的人呢，那差不多就快完蛋了。
而在美国也是一样，好，他们的房它有没有涨价？有涨价，是真的是有涨价，毕竟他们的出生率还是高过于死亡率，这个是我们可以确定的事情。但是问题是，你付不起这个租金跟付不起这个贷款的时候，那么缴不出来，你就是破产。美国里面的很多房子，你破产的原因是我缴不起房贷了，房子是被银行所收走，这个没有错。好，房子银行收走，但是剩下没有缴的贷款，也就这边就停了。啊，就停了。无论你是居住房子，或者是你是大楼房子，都一样。后面事情跟你没有关系了，但是你后面可能你得当5年的红利时了，因为或是你能够找到别人租给你房子，啊，或等等之类的，你连贷款都付不起，那你房租大概也付不起了，因为这两个是挂钩的哦。在美国，你真的是正常的贷款来讲的话，会比你租房子来的便宜一点啊，贷款会比房租便宜一点。有些人他必须租房子，是因为他调动性很大，或者他只是临时租。好，那当然住个1、2年可能就搬家了。好，这个当然就是他就不用买房，但是你真的买房的话，你的房贷其实会比你的租金还要低。所以说，当你房子被法拍之后，那当然被银行没收之后，你大概也没有办法去租房子。所以说，美国现在的红利是变得比较多的，就是那个游民会变得比较多的。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发现它一直不断的升息，所以说银行开始倒闭之外，我们要发现美国在今年它多了多少人呢？美国它今年好多了65万的游民，等于说它年增率是增加了12%，而这个增加65万里面有1/3里面是在加州，加州它就增加了18.1万的游民。加州不是应该是最有钱的一个州吗？但是现在它游民是非常多的。在2020年美国的一个游民数大概58万，2022年是58.2万，差不多的平稳生长。但是在2023年目前所统计出来是65.3万人，所以说就变成它增加了12%，而这些变成游民的人，居然有很多不是年轻人，而是60到70岁的年长者。为什么？回到我们刚才讲的话，就是什么？他们被高房租去挤出了这些租屋的市场，会变成街友，就是我没有办法去负担我的房租，而且同时我没有增加收入的能力。你很多的一些美催台湾也有，在中国也有，中国是比较多的。他认为美国你就算什么都不干，那社会福利都可以帮你，这美国政府都愿意养你，所以你绝对饿不死，你不可能过得不好了。美国就是上帝应许的天堂。但是呢，但现在是并不是这样啊，因为你没有办法付出这个租金，你就只能搬离。搬离之后你这间房子租不起了，你住其他地方你当然也租不起，所以说你就变成什么？你就变成是只能搭帐篷，变成一个独立的大 house，你就变成一个有独栋别墅3室2厅都可以的游民，只是晚上鞋子要穿着，不然早上你可能鞋子都不见了。而这样的状况之下，也不是只有年长者，也包含了什么？包含影响到他美国的一个教师，因为美国的教师公立学校的教师他的薪水其实是不怎么高的，所以是说现在很多学校他们的老师是请不到的，为什么？因为我只要留在学校里面，我家全家就得流离失所了，各位懂老师的意思吗？他只要在学校里面继续教书，他全家就得滚蛋，就得去其他地方去生活了。就是因为他们没办法支付得起这个房租，所以到现在很多老师必须去怎么样？资深的老师他必须去跟一些年轻的老师来报道，满怀教育热忱的老师一起合租一间房子，然后一人住一个房间，共同的生活着。为什么？因为大家需要 share 这个房租，不然的话，我们谁离开谁，我们都活不下去。而这个状况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忍受的，因为如果你是去单身赴任的，你可以接受；但是如果你有家庭的，比如说老师有3个小孩，你叫我单身赴任，然后我必须去跟别人合租一个房子，老婆小孩就带过去，可能吗？不可能，也不现实，别人也不愿意，对不对？那就变成是说，那我干脆就不要去做老师了，我跑去怎么样刷盘子，对不对？去中国的工资说，你在美国刷3个月盘子，你就可以买起大别墅了，你就可以住进大别墅了，说干脆去刷盘子就好了，是不是？那这个状况就造成代表什么？代表是说，美国人你物价开始涨，而且涨了很多之外，你的物价会随着你的利率跟你的通膨不断的往上涨。所以我们第一银行他们会承受不住这些坏账，是因为我收那么多房子回来，我也卖不出去，没卖出去，但是我需要现金周转，我资金链断裂了，你要么来找人增资，增资大概也只是救急不救穷，对不对？那你后面你还是撑不住，所以他们就当然就选择就把银行卖给其他人。那百姓也是一样。百姓我们什么都没办法，那我当然说想办法降低我生活品质，或者是说什么我铤而走险。所以现在的美国的犯罪率，包含了加拿大的犯罪率，偷车
就很离谱。我是去问一些加拿大朋友，是不是像新闻讲的这样？有些朋友说是的，有些说那夸张了啊，有些人说夸张了，是什么呢？有些加拿大的朋友就跟我就问新闻上的是说，你现在如果在加拿大，你某几款车子啊，你被偷车是很正常的啊，偷车报警，警察也不会抓，因为偷车是一个轻罪。就算偷车贼被抓住了，他把你车偷走了、卖了，然后他被抓住了，然后呢，法官也不会判他，就让你直接缴个轻微的罚金，就把你放出去，然后出去他继续偷。那警察会告诉你是什么呢？你的车子不要车子停在庭院的话，那请你把你的钥匙挂在门口上。为什么？因为他要偷车的时候，他就不用破门而入去伤害你的，对不对？我们要保护你的人身安全，所以你把钥匙挂在门口，那他想偷车的时候，就拿你的钥匙去开去走就行了。这个就是这个很荒谬，对不对？很荒谬，对不对？但是老师有些贵客说，真的他自己被偷了2辆，他自己被偷了2辆。有些人说啊，是不要听人家乱讲了，这个加拿大知道好的嘞，这个不同的语境啊，是不在那边住啊，我只能从这些贵客跟朋友的身上所得到这些消息啊。但是呢，我问了6、7个，大概至少70%的跟我讲这个状况是真的，那30%的说没有这回事。那当然每个区域可能不一样。而这个状况也就衍生到什么？你知道，因为你生活不下去，能够做政党行业的人，人家为什么要去作奸犯科呢？就是因为你活不下去，你才要作奸犯科，而且再来就是你犯罪成本非常低廉。犯罪成本低廉的时候啊，那当然作奸犯科就会变成是说很有吸引力，对不对？这个状况就变得很实在。那所以说我们现在发现，就是说美国现在经济如果变成这样状况之下，它会不会连带的影响到美国以外的地方？我们在看美国内部发生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就要看它这个问题会不会影响到世界各地。为什么？因为它是具有世界货币跟世界交易的话事人。现在全世界还是有65%以上都是使用美元交易啊，还有20%几它是使用欧元。所以说，美国还是占了65%以上的这个世界货币的流通交易。那么就也代表了什么东西呢？也代表的是说，美国的汇率涨跌对全世界会有很大的影响。我们现在看到影响很大的是什么？比如包含了日本跟韩国。我们过去讲日本，现在我们再谈一下韩国。韩国很多的食品的原料啊，无论是泡菜啊，或者什么地方，他们很多原物料，因为他们土地跟纬度的关系，他们没办法栽种很多的水果或者一些农产品，所以说他们的食品的原物料啊，他们是高度的仰赖进口。那进口从哪里进口呢？当然不能只从中国进口嘛，对不对？你要从一些其他的国家，美国或其他地方进口。那你进口的时候使用的是美元。而美元跟韩国它之间的关系就变成韩币大幅的贬值。那韩币大幅贬值状况之下，就变成什么状况呢？就变成他们的，比如说苹果，他们涨价88.2%啊，这个是公开的数据，不是老师自己去买的哦，我从公开数据所取得的。那或者是有一些水果类的，它涨幅从40到80不等。比如说你像柑橘啦、或香蕉啊这些涨了40%，那有一些比较特殊的作物啊，比如说水梨啊，或是那些纽西兰的那些奇异果啊，之类等等的，它涨价就会变得比较高，有的到80%，所以他们就变成是什么呢？你的物价可能1市2价，就是我今天买跟下午买可能会有不一样，可能的，你可能有活动嘛。但是呢，之前的那个韩国总统啊，他就因为他讲到葱这个事情。就觉得是说啊，他变成说是大葱总统，所以现在韩国的葱很便宜，一袋葱大概只有875块韩元。那韩国人也觉得很奇怪，你很便宜，我们当然会买，没错啊。但是你一袋葱875韩元哦，是韩元哦，大概台币20块啊。那说你的一袋葱的种植成本都不止875块韩元了，然后你现在把它变875块韩元，那你只是政府单一做为洗刷自己的污名做补贴而已，那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状况。而包含了韩国，他们包含了其他农产品之外，还有炸鸡，或是他们的一些素食产业的，他们也是要涨价啊。他们据说了，在5月1号开始要进行一波比较高的一个涨价。那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知道韩国因为它的经济的问题，包含它的一些高科技产业跟它的汽车产业、工业制品，不断的被大陆跟日本去攻城略地，所以说他们的本身的国家的一些国力啊，也是快速的下降，而韩元也当然相对的去走弱。所以是说呢，这样现在开始啊，我们就发现到这个韩元走弱状况下，这美元对韩元啊，从过去的1美元2023年度啊，到它一美元对1288的韩元，到现在啊，比如到上个礼拜截止啊，到4月19号截止啊，一美元从1288的韩元，那贬到1美元可以换1382韩元。
所以它的这个整个涨幅是还蛮强大的哦。这个美元对韩元的涨幅是比较强大，但是韩元变贬值的很厉害。所以说现在韩国变成进入了高通膨的时代，因为你的食物涨价了。那么你的通膨就会高起来了，这影响到韩国什么东西呢？影响到韩国过去很兴盛的行业，什么行业？补习业。补习业现在就是在韩国就变成比较大的冲击了啊！这补习业包含什么？包含对学生的补习，因为高通膨，大家活不下去了，所以是说我很简单，你过去我所有钱都拿去培育小孩去补习，所以说我家庭的资金啊，基本上都拿去请有名的补习班，为了上有名的补习班而去上补习班，等于说为了上 A 补习班，我去 B 补习班，让自己可以去上 A 补习班，做连环套跟套娃一样，俄罗斯套娃一样。套来套去，这些钱都是给补习班了。因为好的老师，你越上你越贵，你没有进入到 SKY 里面，基本上你人生大概就没有什么希望。所以是说，我就不生小孩，我釜底抽薪，可以吧？我只要不生小孩，我赚的钱全部都是我们夫妻各自使用，我拿去整形都可以很开心。我不用交给老师，对不对？我不用当个卷头发大妈，我直接去整形，让自己变成永远的永远的美少女，不是很好吗？现在开始就是小孩开始生的少了，所以他们学童的补习的那个补习班受到了影响，但影响没那么快，你要过几年才会影响到更广泛，因为刚这几年因时运不好，所以说他们现在才开始感觉到你幼儿教育开始有问题了。而现在最直接可以影响到韩国补习业的是什么？是韩国的考公务员。过去啊，在我们过去看到过去20年的韩国的一个民风啊，那你没进 SKY，那你就要去考公务员，因为公务员是非常稳定的。所以说呢，你只要有公务员的资格，那么我们就可以怎么样，就可以安泰了，我们就不用担心未来生活的问题了，因为公务员还有很多的福利。但是现在变成在韩国有什么？有很多的一些公务员啊，他们反而是怎么样？做不满5年，我好不容易考上这个公务员，那么我就必须要先放弃公务员这个资格，跑回民间企业上班。为什么？因为韩国的公务员起薪是大概187万韩元，大概台币的话大概是46000块左右。而现在的私人企业啊，它的起薪是240万韩元。187万跟240万韩元，你会选哪一个？你是要将近于台币46000块，还是台币56000块呢？差了1万块，等于说你起薪差人民币差2500块，你会因为2500块去放弃公务员吗？有的人会，有些人不会。但是年轻的人他认为我还有机会，那个年纪大了35岁以上他不会换，反正低薪就低薪嘛，对不对？孩子别念书吧，就这样子啊，不然怎么办呢？那就变成是说，你年轻人就觉得会换，我就开始弃考这公务员。那已经上的都弃考了，对不对？就都已经我就不要去做了。那么你还没考上，你就真的是放弃了，我就不考公务员了，我宁愿去卖炸鸡，是不是？卖炸鸡、卖汤饭，是不是还可以有个道理呢？就变成了是说，韩国有一些的专门去补这些公务员的补习班啦，也开始收摊。为什么？因为招不到学生，因为起薪太低了，你拿什么去招生呢？你去招生要告诉人家是说，哎呀，来我这边补习，我帮助你上这个公务员。上公务员之后啊，你有什么样的好处？而上公务员啊，你就只会过不下去。你开玩笑，你看上公务员，你月薪立刻少1万，是不是？你觉得你会开心吗？那就不开心，所以你就变成是说，你没有办法去承受，是说这样子的未来，那会比你现在更惨。那我干嘛考公务员？那所以说恶性循环又开始了。而这个事情会不会结束？这个事情其实结束是比较困难的。为什么？因为毕竟他们是需要很多的进口性商品，而韩国他们因为配合美国的脚步，跟中国的关系啊打的是蛮坏的。他们的身段啊，其实要看下一任总统是不是可以比较柔软一点，就像现在澳洲的总理一样，身段够柔软，是不是？那不像以前那个非常的强硬的状况。所以说，澳洲现在恢复了这些红酒，恢复这些铁矿还有煤矿的在对中国的出口，所以澳洲的生活可以慢慢的好起来。但是韩国不是，日本跟韩国现在遇到这个问题，高通膨，但是你的物价你压不下去，然后你的薪水往上成长一丢丢，但是呢，你真的是杯水车薪。所以现在日本跟韩国啊，未来有没有什么发展？老师很确定跟各位讲，日本跟韩国他们的工业力是在短时间之内，你是没有办法去压中国一头的。过去可以，老师不是说他们比不上中国，不要去曲解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他没有办法像过去一样去压中国一头，说这些东西你只能在日本、在韩国去采购，即使有数量也是不多。为什么？因为工业力跟不上去。工业力跟不上去，因为他们的收入在过去已经够高了，而现在受到美国的影响，还有世界的一些能源的影响，
他们的成本已经高到没有办法去制造好他们的工业，所以是说他们必须慢慢的去调整他们的一个脚步，看能不能去工业化，改成其他的一些服务。这个也有争议，因为你去工业化之后，你国家的重工业如果不行，那你军事也是不行，所以这个东西就变成两难，因为他们跟那个美国不一样。美国他们过去的底子太厚了，而且他们是世界货币。但是日本跟韩国不是，他们是靠自己的能力去活在这个世界上，他们没有战胜者的优势。美国是有战胜者的优势，而日本跟韩国是没有。包括是日本，你是战败国，那你优势就更少了。所以日本现在他们一直很积极的希望改变，用什么方法改变呢？他们希望用战争的方式来改变，所以他们现在非常的积极，想要参与跟美国在南海之间还有台海之间，看能不能分到一杯羹。因为唯有战胜，打仗打赢了，我才能够重拾过去高度发展的社会。但是你现在面对的是中国大陆，你想打赢难啊，难啊！你要跟中国去 PK，这个事情实在太难了。所以说现在包含了是说很多台湾的台积电啊，或者一些台湾的工程师到日本去，把当地的物价跟房价炒起来，这对当下第一代的日本的一些原住民，当下的比如熊本那边的一些在地的人，他会有帮助啊，他会有帮助，就是第一次我拿这笔红利的人啊，第一次创立红利的会有帮助，但是后面你再进去的人通常都是套牢的。比如说现在有传出很多台湾人去熊本去买这些房子啊，在以后在那边居住，在那边常住，哎，怎么样也比台湾好，是不是？那现在老师跟你讲，他未来一定会后悔，因为你丢进去房子的钱，你等于就套在那边了。你要变现的可能性基本上是零，好，基本上是零，你很难去变现的，除非什么，没有什么除非，因为你把地价炒高了，日本人都买不起了，那日本人不会去买到熊本那边，除非他当工程师，而日本工程师他又不可能忠于你台积电，所以他们要准时下班的。你看没有听错，日本在台积电的工程师是要准时下班的，他们不走996制度，他们也不加班的。在这样的状况的，在熊本的台积电，你告诉我他未来有前途，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你没把台积电干得跟日本企业一样血汗，那么你这个日本台积电你是做不起来的，你的成本一定是居高不下的，因为你薪水就比台湾高了，对不对？现在变成就是说，台积电现在的最大的利润是在于台湾的肝很便宜，但是台湾以外的地方肝很贵啊，日本很贵，韩国很贵，所以美国更贵。你能够把它移到印度去吗？你能够把它移到越南去吗？不行，为什么？因为知识水准不够，很现实的事情，知识水准不够。你有知识有能力的人不多，你也不能移到印度去，就是都不行。那既然都不行的状况之下，那么你就只能接受你成本的确高升。所以现在的台积电也宣布，他们有开始做到1.5奈米的一个新的技术，但很好，我是非常支持台积电。但是你的现在能进步的空间，那是非常有限的啊，那只是埃米吧，对不对？那就变得你进步的空间是十分有限。而中国现在可以做到自制7奈米的状况，自制7奈米可以放在华为里面，而且它可以量产到这些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只手机都可以去使用的状况之下，那么未来很多问题就很大。比如说老师最近所看到一件事就是什么呢？就看到有人说啊，这个中国最新的晶片啊，你只能跟那个英特尔7年前的 CPU 去对比。7年前哦，很多人就觉得啊，中国你吹就吹大，你们小粉红啊，真的是乱七八糟。那个七年前的等级，你来现在是因为说自己是英雄，老师看了是冷汗直流。为什么？因为他居然只拉近只有7年。过去中国的半导体那个差美国差台湾不下20年，他现在只拉到7年。7年了，你自制 CPU 跟拉到可以到7年前英特尔的等级，太可怕了。你看到是7年前，老师只看到他只差7步，这7步他稍微屁股一抬，你可能就拉近只剩下3步了。所以中国的进化速度是非常之快，因为什么？因为爱赚钱嘛，知识水准高，他们又有很多人力，所以这个整个的状况之下，也要跟日本、韩国最大的区别就是，中国它的粮食进口没有问题，就它不会像韩国一样这么高的食物性通膨，有但是不高哦，有的是不高，它也不会有像日本一样的能源的问题，因为日本你不能去买俄罗斯的石油，对不对？你表面上不能买，它还是可以绕道买。那中国没有，我就买俄罗斯的原油，我就买俄罗斯天然气，我还买伊朗的，我还买那个什么阿联酋的，我全世界各地的石油都可以买，我粮食也都可以买，对不对？这个状况就变成是说，它会拉出很大很大的差距。所以说我们在看整个亚洲的局势啊，其实除了中国以外，其他地方是非常不乐观的，尤其是日本跟韩国还有台湾，那是非常不乐观的。那有人会说，老师，现在中国不是开放13条惠台政策了吗？
那台海之间是不是比较和平呢？哎，这个等一下有机会我们再谈。好，给老师喘口气哈，我看各位有什么问题。赶快求一下赞助，谢谢，赶快求一下赞助，谢谢哈。来大家赞助，有人捧人场，有钱捧钱场啊！大家好哈。多伦多6珠宝店百货公司被抢哦，这个那个有点可怕，你知道吗？有点可怕哦。在亚币贬值状况之下，是否有现金状况？是否持有现金为最好的状况？当然是啊，老师一直说是现金最好的状况啊，现金最好的状况。这个礼拜还是很多人来问老师了，黄金现在上买有点贵，不有点跌价跌那么多，还是不是要买？我就跟你讲了，黄金要持有10年，10年，10年。哎，你是耳朵跟老师一样有耳石是不是？我就跟你讲，要持有10年。之前我跟你讲，那时候可以持有，那如果有涨的话，你可以卖掉。那是那一段时间，我上个礼拜也讲，我是那一段时间。你现在不要买，你不要问我，不是金融老师，就是但是你只要拿得住10年的都没有问题。对，10年这个10年，你各位去看那个月线或者是年线，哦，你10年来讲都是涨的啦，啊，都是涨，那个没有问题啊，那个都是没有问题的，好吗？不要就跟我讲是说现在买可不可以？我是算命的，好不好？但是我不算你们怎么做买黄金？加拿大偷车是真的哈，亲戚提到梦想出来不见了哈，那这些佐证的人变多了啊，佐证人变多了。台湾迟早被大陆收回，退休金一次领取，免得政府消失，这样对吗？不对，绝对是不对的，好吧？退休金，台湾的劳保退休金啊，其实是很不错的，所以说你不要一次领，一次领后面都是不好的结果。一次领才多少钱？哥哥别闹了，好不好？台湾如果就算被收回，它台湾的劳保跟健保也就会维持很长的时间，甚至它变成一个区域性的特色，专为台湾这个地方所设计的制度，它只会改良，或是它真的要倒闭的时候，那你也得请那个北京城的把钱送过来给我们去付这个钱，对不对？我们这个一定的。台湾，老师下周3我们讲的是推背图哦，所以说我可以跟你讲这个事情，各位请放心，这两岸哪一天统一，见血的状况是少的。那你会合同的状况几率是高的啊，但见血状况会少，因为台湾人经不起下啊，经不起下。那么这样状况之下，我们不要去害怕说我们的手中的新台币变废纸，你顶多是真的是发生一些武力冲突的时候，你可能新台币买不到机票啊，这是有可能的，有可能而已啦啊，不是一定会。但是呢，你手中的新台币不会变废纸，它会跟港币一样，会维持很长一段时间，变成它是一个通用货币。你拿港币去美国去换，你可不可以换到美金？是可以的。啊，都是可以的，所以你退休金，请你继续去领，你不要把它一次结清，不要干这种蠢事，好不好？这样讲啊，这个有点太过分了啊。毕竟是长辈嘛，对，我还没领退休金，所以你一定是我长辈嘛，对不对？就不要，好吧？就继续领，好吗？政府消失呢，一定是中共一定得承接啦，这是一定要盖瓜承受的啦，各位，这个是绝对没有错的。你看苏联瓦解的时候啊，很多他们的一些苏联一些很多国家的一些债务，还有一些的问题，那是由俄罗斯去一力承担的。各位你要去知道这个故事哈，那是这个历史上是这样去变化的，好吗？好，但是讲讲好，时间要到了，好吗？金砖结算系统应该很快出来，我是认为金砖结算系统应该至少，我相信3年内应该会做出来。美元会贬嘛？升跟贬那就不是这方面所考虑到的东西，好吗？美元的升贬刚刚就顾到美国他自己国内的利率的涨跌，各位也可以去看2000年的川普他做的 QE 跟现在拜登做的 QE， 好，他们的一个这利率升降的时候对汇率的差别，好，这个其实看的是比较清楚的，好吗？好，这个是他比较清楚的事情。我们应该把它讲一下吧，好不好？就这个今天只讲到第2段，要死我他妈还有一半没讲，哪讲得完了？这是今天，这是完全讲不完。怎么办呢？讲不完。好，所以说我们现在稍微提一下乌克兰哈，我们提一下乌克兰。所以说我们现在看到乌克兰战场啊，其实为什么老师一开始说到是说，其实为什么拜登现在要去花这么多钱去支援乌克兰，而且他不会给他现金的原因，是因为乌克兰战场现在是没有士气、没有兵力，你有武器你打不赢，这个是很现实的事情。我们一直讲到。一个士兵你能够打赢仗，你必须要老兵，你要老兵跟将军，你才能够打赢这场战争。就我们举个简单例子来讲好了，关圣帝君，对不对？关羽他在兵败守麦城的时候，他为什么打不赢其他人？就是因为他的手下的兵都是当地去强拉过来的拉夫，所以他们没有经过军事训练。你就算是刘备说我2帝天下无敌，对不对？那也没有，你一个人天下无敌。是不是？但是潘璋他们带的军队是几千人、几万人，那当然砍下你的头，那是一句话的事情。所以说，在现在战场也是一样，乌克兰他的老兵都已经阵亡了，那你
你真的是熬过这一年的36个月的老兵，他也要回去了。那你不让他回去，说你一定得在战场上牺牲奉献到死。那现在士气就很差，所以他没有士气，后面的人他能逃就尽量逃，也没有兵力。你没有士气，没有兵力，没有这些会操作的人，那么请问你给他武器有用吗？难道美国不知道吗？就是因为美国知道，就是因为美国知道，所以是说他要给他很多的武器的援助，因为这个武器最终只有极少量会到乌克兰的战场上面。所以说现在我们看到很多事情啊，就包含的是说，现在美国一直想是说，现在可不可以由中国去跟俄罗斯讲一讲，是不是你可以是说缓一点打慢一点？那打慢一点是零词而已。其实老师觉得这个可能是比较难一点。那另外一个就是说，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啊，他在接受 BBC 的专访的时候啊，他就批判中国是什么呢？中国是说北京向莫斯科运送可供制造军火的关键零部件。就等于是给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战士做火上浇油。你不是只是为了帮助俄罗斯而帮助吗？在你陷乌克兰的百姓怎么办？你陷乌克兰的民主正义怎么办？那老师也想问，巴勒斯坦的百姓的民主正义怎么办呢？也是一样嘛，说标准是人定的，所以说各位要记得一件事情，别人给我们定的标准，我们不一定要接受。所以说，千万你在人身上不要怕被别人指指点点，因为对你指指点点的人，那是他的标准，不是你的标准。你只要你做的是对的，而且是有益于人，甚至这是你不是去伤害人的，那么你觉得对的事情，你就要去做。只要前提是你不能伤害人，伤害人意思就是我是损人利己，这不行。那其他人认为，哎，你干嘛创业啊？你干嘛去做这个事情啊？对不对？搞画画没前途啊？那是他的标准，不是你的标准。你做这件事情，你就要你假设你可以承担后果，你就去做，好吗？讲远了，所以说变成是说，美国他说4月已经向乌克兰去交付射程3000公里的陆军战术飞弹系统。这个事情能不能扭转战争，我们就很确定是没有办法扭转战争的，因为没人没士气，你怎么打得赢？所以这次的俄罗斯啊，他在往乌东推进的时候，他就很轻易的推进了5到10公里的一个战略要线。所以说为什么那么容易？因为基本上你要抵抗的力量已经越来越弱了，新兵想抵抗也抵抗不了，因为他对面对战场会恐惧、会发抖、会失禁。你再勇敢了，老师跟各位讲实在的，你再勇敢，你在战场上你失禁那是很正常的。就吓到闪尿，那个是很正常的一个事情。我去我都会闪尿，因为你没有经历过这种震撼，你是没有办法想象到这些事情。比如说老师以前在年轻的时候去打那个靶，啊，可以摸到真枪啊，可以射击真枪啊，那多兴奋啊！那么你站在耳边砰一声的时候啊，你知道吗？天旋地转，你知道吗？因为就算你塞棉花了也没有用，因为第一次步枪啊，在你耳朵爆炸的声音的时候啊，一定是天旋地转的啦。然后你说多兴奋的是很困难的事情，下来你都是晕好久、耳鸣好久的事情。包含说我们当兵要进去什么，进去那个合声化训练。你这么勇敢的人，你进到那个催泪瓦斯的房间里面，还要让你去原地踏步唱军歌，你要被那个催泪瓦斯呛到，你就怀疑你自己是不是你妈生的？为什么？因为战争就是这样，催泪瓦斯可以让你叫死不活，那么其他的战术武器呢？是不是？说在这个状况之下，波兰他就一直要求是说，可不可以我在我的土地上面去部署核武器，这样子我就可以嚇阻俄罗斯来侵犯我。当然，这个提议是被北约去驳回的。为什么驳回呢？很简单一件事情，就是说你已经靠了那个战场，你可能只有几百公里的东西啊，甚至只有最近的也只有几十公里的地方。对不对？你离前线这么近，那如果俄罗斯今天他要去攻击你的时候，他优先打的一定都是你这些核设施、你这些核武器的基地，那你不是没事找打吗？所以说，真的核武器啊，你不应该放在波兰，应该放在其他的地方哦。所以他们认为啊，是说你这个一些东西啊，你应该放在现在已经有的已经有了这些5大基地，比如说土耳其啦、德国啊，这些地方，你可以是直接去防御的。离战场很远的，当你被攻击的时候，我们可以从远地去射过去，那你才有嚇阻的效用。所以说，现在乌克兰战争就变成靠近乌克兰的很害怕，但是没有人去保护他。那你远离战场的人，他就觉得这仗应该打完了吧？那我也不需要多花钱。所以在很多的状况之下，就变成的是说，乌克兰战场已经变成了一个鸡肋战场，就是你去真正去为他去努力，已经没有作用了，已经完全没有作用了。但是它只能变成资本炒作的地方，就变成还是我们刚才讲到的，美国这个钱去丢给了这个乌克兰，但是呢，它是直接去丢给了军火商，而不是丢给了乌克兰本身。
对不对？那就变得很有意思的事情，那不是白搭嘛？这一切都变成白搭。所以是说啊，现在全球军费也会因为这次乌克兰战争跟以色列的在巴勒斯坦上的战场啊，现在全世界都进入了一个很紧张的状况。所以说现在整个军费啊，在各国的军费是不断的提升、提升再提升，这个是一个蛮符合老师以后推背图所预测到的东西。为什么？因为世界大战为什么可以打这么严重？为什么可以打到真的是血流成河的地方，打到人类快灭绝？那就是因为大家在这个时候也开始囤积了武器。那么你在打的时候，大家都军火非常的足够，那个能够小打小闹就结束吗？不可能，不可能！你要把一出手就把你打到再起不能，这个是他们必须要去做的事情。那么这对于整个世界当然就不是好事了。所以说，现在美国啊也向乌克兰去提供了31辆 M1A1 的一个战车，但是啊，过去在这个战车是在战场上发挥了很好的效用，而现在在乌克兰战场上却没办法发挥效用了。31辆的 M1A1 的战车啊，已经有5辆已经毁于俄罗斯的攻击，而且它用的不是导弹，它用的是无人机的攻击。所以说，你要导弹的话，那等于是说我损失一台 M1A1 的战车，那俄罗斯也得损失的相当于200-300万美元的导弹的成本，那大家一起死，大家对不对？看谁有钱谁耗的久。但是不是俄罗斯现在用的是无人机，它的成本就很低，它就成本就很低，所以说它打掉你的战车，那就变成美国的损失会比较大一点。所以这个就变成是说，乌克兰目前呢已经停止让美国提供了 M1A1 的主力战车去参战。因为这个上去大概也是变成送人头，过去很重要，但是现在变成送人头的状态。所以说，俄罗斯国防部啊，现在也是在24小时之内，他也在20月21号宣布啊，他去击落194架乌克兰的无人机，还有海马飞弹，还有飓风火箭。那他们也在那一天的战场上面啊，这个是歼灭了乌克兰的士兵达到1000人。所以这个事情啊，就变成是说，你消耗的状况，俄罗斯消耗的越来越少。而乌克兰的消耗越来越多。过去我们有听闻到是说，法国的军队一进去就被消灭了，美军再进去也被消灭了。就是说，退伍军人啊，或者是一些佣兵的名义进去的都被消灭了。包含中国也有一些公民啊，他们去那边当佣兵，对不对？结果呢，去没多久也就阵亡了，还拍抖音，就他自己就阵亡了。为什么？因为战场上面不管你是谁，你只要参战，你就是敌人，是敌人，那你就只能把你歼灭。不论你是哪国人都一样，无论你加入的是俄罗斯那一方还是乌克兰这一方，你都只是消耗品而已。所以说有一个去参加俄罗斯军营的一个佣兵啊，他就在抖音上面说啊，在俄罗斯不把他们当人看啊，把他们当炮灰。那结果呢？中国有没有人挺他？没有，因为你参加战场，你去当佣兵，你本来就是炮灰，你本来就是炮灰，你要那一份钱，那么你就献出你的生命。对不对？你不是献出你的心脏而已，而是献出你的生命。所以这个事情到现在，俄罗斯啊，现在是在乌克兰战场上面啊，10天就推进了5公里，所以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进展的状况。好哈，我们时间到了怎么办呢？我们时间到了怎么办呢？时间到了怎么办呢？时间到了，我们是不是应该下次再讲啊？各位，我们是不是应该下次再讲？这样大家累了吧？现在已经10点6分了，我们还有很多没讲。各位觉得，好，给个意见吧。我们是下礼拜找一天再来讲，还是我们今天把它讲完？讲不完了，今天肯定讲不完了。我看一下还剩多少，我还一半了。今天我准备了20页的资料，我现在只讲了10页，9页半啊，所以还有10页还没讲，好吗？然后那我们就怎么办呢？我看一下，大家还有什么东西可以现在赶快讲完的。讲不完怎么办呢？以色列本土那个也还没讲完。我们标题是什么？不好意思，老师看一下标题。我标题写的是什么？第一个讲完，第2个讲完，第3个讲完。好，那我们讲第4点，好不好？来，我们第4点哈，我们第4点稍微谈一下我们第4点了。第4点当然就是跟我们现在这次的习近平跟布林肯，然后他所谈到的一个事情，就是比较看到的事情。所以习近平对布林肯谈的时候啊，他就讲了一个中美3原则是什么呢？当然就是相互尊重、和平共处跟合作共赢。所以是说，这次习近平讲了一句话，其实是蛮有深意的，但是呢，就是一个算是警告。老师个人认为啊，它是警告，是什么呢？就是说呢，你应该言必信，行必果，而不是说一套做一套。这个事情啊，我觉得就是说。
中国现在已经不需要去担心你的态度了。各位可以看到，我们在2018年这个中美贸易战开始打的时候啊，其实中国对美国的态度啊，那是动静观瞻，那是非常的小心谨慎，如履薄冰啊，希望能够保持在不要说斗而不破了，就希望美国不要太处罚中国太严重的状况之下啊，而是唯唯诺诺的去签了什么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等等之类的。那时候的中国可是小心谨慎，小心再小心，因为他很怕美国给断了中国的生路。而实际上，美国有没有断中国生路？有，断了很多的生路。但是呢，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这样讲不知道形容对不对？好，这百足死而不僵。而习近平这次讲的这些话就很简单，一件事情什么呢？就是很简单，我现在不怕你了。你跟我说到的，你他妈的最好给我做到。如果你跟我说的做不到，那么我就跟你做一样的事情。说现在美国所做的一些制裁啊，中国现在也开始做一些反制裁的一些准备。所以说，习近平虽然说地球够大，容得下中国跟美国两国的共同发展，但是习近平他也去说了一件事很重要的是什么？中美之间要靠民间。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你美国政府，你不要跟我谈有的没的，你布林肯来1次、2次、3次、5次都一样，你那些什么财政部长耶伦来也是一样，你谁来都一样，你跟我讲这些我都不信你了，对不对？老赖有什么好说的？是不是？就等于是把美国当老赖了，对不对？你老赖有什么好说的？你说了又不会做到，那我干嘛信你呢？是不是？有借有还，再借不难嘛。但是呢，你就变成是说，你说到了你都做不到，那么我要怎么去处理你呢？说布林肯离开之后啊，还是说什么？还是在讲是说，中国的一些对美国的一些伤害啊，还是很大哦。这个当然，因为他没有达到他的目标，所以他离开之后呢，他还是不能讲一些好话。而我们要去注意到一件事是什么呢？也就是说，习近平啊，他在5月的时候，他开始访问欧洲，包含了匈牙利啊，之类的地方要去做这一带一路啊。当然，他现在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我不跟任何国家势力去结盟，搞了类似像印度的不合作运动。我没有明着要去跟俄罗斯结盟，我也没有明着要去跟谁去说我们站在一条线，我就是一个不粘锅。你要跟我合作，我们可以谈谈跟经济有关系的，但是外交上面的，对不起，我不管你家的事。比如说像缅甸啊，缅甸军政府的敏昂莱其实跟中国关系很好，但是叛军跟中国的关系很好，所以说一个国家它发生内战，你的政府军跟叛军居然都跟另外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很要好，所以代表什么呢？代表就是说这两边的人都可以从中国拿到利益，但是呢，中国也给他们所需要的东西跟承诺，所以他们两个都希望中国出来调停一下。当然，叛军是希望他拿下了整个缅甸的统治权，但是新的强人上台，而且又是一个同盟军的状态，那缅甸当然也只会更乱，也不会更好。所以这个只是一个例子，就是说中国他不跟任何人结盟，但是呢，全世界人都希望跟中国多一点点的交易。因为这个东西啊，就影响到我们刚才所讲的，跟中国达成的交易，你的变数是比较少的，因为中国不会轻易的去使用这些所谓的一篮子工具，也就是所谓的贸易壁垒或是货币的障碍，来去跟你去做一些要求。就很简单，你有什么，我有什么，我们来谈谈生意吧。中国现在的政策其实是非常好去理解的一个事情。我有钱，你有货，那我拿钱买你的货。你有钱，我有货，那么我就把我东西卖给你，把钱给我。比如说什么呢？比如是说跟中东的一些土豪，是不是？他就跟来中国大举投资，来投资中国的公司，然后再让这些公司去他们的地方做基建。各位懂老师的意思吗？就是他们中东土豪为什么要投资中国？因为他投资中国这些公司，是让这些公司可以去中东去建设。那是不是等于是说，我投资你的公司，然后你让我在国家做建设，然后我付钱给你，就是说你赚钱了，你是把钱还给我一点，因为我是股东嘛，我是不是要分红？对不对？就很简单，在台湾我们看到很多的商场也是这样，是什么呢？他直接去并购他的供应商，是不是？我并购完供应商之后，生意照旧，我也不怕你涨价。哪怕你过去给我的钱是这个是10块钱，你现在涨成12块，对不起，我是你的股东，所以说你涨这12块里面也有我的份。那实际上是不是他的支出就没那么高，而且还可以赚到做其他生意所赚来的钱？所以中东土豪也是一样，我直接投资给中国的公司，看起来好像是中国获利了，但实际上中东那些王族没有笨蛋的啦，那些贵族不是笨蛋的，他们聪明的要命。对不对？我投资中国的公司，就是为了让你去购买、去建设我们中东的这些基础建设，无论是铁路啦，无论是这些淡海化啦，或是一些设备等等之类的，或是网络之类，或是你的那个太阳能面板之类的，这些东西到最后绕一圈回来，
中东的王室还是可以分一杯羹。而这些公司如果到其他国家再去继续做这些基建赚了钱，那中东是不是也可以分到这些钱？所以说现在就变成一很简单，中国的政策就是我有货，你有钱，你拿钱买我的货；那我有钱，你有货，我拿钱买你的货。而且我们的币值是本币交易，我拿我的跟你约定好什么币去交易，我们不用通过美元。所以说你跟我买东西，可能美国人也不知道，也不清楚你到底买了多少。而且我们的彼此之间的起伏不会那么高，你也不用囤积太多的你用不到的钱，或是你用你现在你可能货币不好，美国过于强势，然后你去囤一些，那未来美元的去涨价的时候，然后你跌价的时候，然后你又开始会有不划算的汇差，那你都不用担心，我们就是本币交易，或是我们约定交易。那么中国本身输入性通膨又低，所以它的供货能力就强，那供货能力就强，那么竞争度也高，所以他们越供货还有可能越便宜。那么这个状况之下，是不是全世界都希望跟中国多进行一些交易，就多进行一些往来？这差别就差别在这里。所以习近平他现在开始走出到欧洲或者在其他地方开始进行的时候，包含法国，你都不得不去善待习近平。为什么？他没有办法去跟习近平去交恶，因为习近平去就有可能买了一大堆空巴的一些订单，就他们的飞机嘛，是不是空中巴士的飞机，对不对？但是同样的状况之下，美国的波音因为少了很多的订单，加上他们自己内部管理也是越来越差的关系，可能钱没给到位吧，所以说他们的波音现在内部问题就很大，开支太多，然后呢，他们的品质也频频出问题，那现在又没有新的订单去改善，那这些问题会持续的去恶化。所以说我们要看到是说世界的势力的平衡，它的危机是在哪里？危机是在于每一个国家它能不能有效性的保持你自己的工业力，或者是你的输入性通膨能不能够稳定？输入性通膨能够稳定，你的区域跟你的百姓就可以稳定。你的百姓可以稳定，那么你可以消耗你的国家内部的资源就多。比如说比如我们举个例子来说，现在美国现在它现在美债也不断的去举债，但是市场上流通的没有比较多。为什么？因为现在很多的美债是交由美国他们自己的企业去吸收，而为什么我们看到美国现在的政府这么听某一个集团的话？因为他们吸收了很多美债。这样各位懂这个鱼吃鱼，大鱼吃小鱼，到后面变成一个生物链的状况了吗？美国现在的美债并不是卖给中国或是日本，他们吃掉一大部分，而是在于他们跟日本的风气是一样的，就交给企业去把你自己的发的美债给吃下去。而谁有这个能力去吃下这么多的美债？当然就是他们顶级资本家才能吃这些美债。所以他们既然吃了那么多美债，那么是不是美国政府就得听他们的话？因为他们吃了很多美债，而卖美债的跟买美债的又是同一个种族的人。那么是不是等于所有的游戏规则都给他们定？那你白宫里面呢就变成宣誓的傀儡，他说什么你就得做什么。各位懂绕这么大一圈，各位你们稍微懂一下他们现在的一个做法。而日本币别也开始跌的原因也是在于日本政府它是大量的继续去购买美债，为什么？因为你不得不买，因为美国要你买，你就得买。而日本现在的状况应该是要大量的卖美债回来重新买日币，让日币的这个币值可以回稳。但是不是他反过来去买美债？为什么？他们也觉得他们日币可能没什么搞头吧，可能是这样子吧。但是老师认为这跟政治力是有关系的。加上日本打破了零利率，所以是说日本的企业的生存度会越来越难。我们之前所跟各位讨论过的，就是日本它本身的企业，它借钱的成本是非常低，所以它可以不断的去借钱，借到后面不行为止。那么在这个状况之下，它借钱没有成本，那么就可以维持很多企业的表面上的营运。所以他们薪水为什么没有涨？就是因为在于是说他们实际的经济并没有他们所想象的那么强。虽然公司都有在运作，虽然那些科长头还是秃的，但是呢，他们没有办法争取到更多的订单。所以你当然你的那个百姓的收入没有办法涨价。那么现在打破零利率，又必须去购买美债，那你日本的经济是不是就会越来越严重的状况？各位懂老师的意思吗？说现在日本呢、不但是不生小孩，甚至连吃饭都要开始节省钱。为什么？因为你的那个物价太高了。说很多的状况啊，对于整个亚洲来讲，它是一个循环性的一个问题。
一个中国的问题就可以解决亚洲以外很多的事情，包含什么？你也包含了像这“一带一路”过去的一些东协十国啊，或者是一些未来的刚朋友提到了金砖体系的一个金砖结算机制，这些都是意味着，因为中国的金融稳定、政治稳定，它没有办法去兴起一个改朝换代的一个事情。至少我们在这20-30年里面，我们看不到中国共产党被推翻的可能，这个是个很现实的问题。像很多的人一直期待中国每天都要崩溃，好，这个中国崩溃论啊，那个讲到现在，到今年都还能讲中国崩溃论，但是中国要崩溃，这个时代一定会让它崩溃，一定会的。天下没有不会倒闭的一个政府，一定会倒，但是不会在这20年。那么你在这20年之内，你要让维持你自己的生计，维持你的这个区域性的经济完整，那么你非得靠中国不可，尤其是亚洲跟非洲国家，而欧洲国家他们也尽量希望跟中国能够靠近了一点，因为对他们来讲，他们自己现在的能源跟他们的工业的力已经变得非常非常的低。而现在除了习近平去访欧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解放军现在跟的是美国跟菲律宾的军舰开始在山海对上的那个10个小时，那么上合组织当然也在开始想是说这个事情要怎么去解决，所以是说啊。整体的事件，像南海这个地方啊，现在暗潮汹涌，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只有海上的对垒，但实际上的状况还是在于是说，你很多事情它是在里面开始做一些外交的手段，而这个事情能不能谈成，老师觉得是很难啊，这个争执一定会爆开来。而现在对我们台湾比较有大的影响，就是说，包含美国的智库，他自己也直接爆料出来啊，这跟我们之前过去的预测是一样的。美国对台湾的军售，你是迟交的非常严重，一直不断的跟我们讲，是说我们卖很多武器给台湾啊，所以说我们是挺台湾的。而台湾现在向美国订购191亿美元的武器，是大量的积欠，而且是迟迟没有交货。部分交给台湾的军购武器已经拖延了至少10年，甚至是更久。所以不只是蔡英文总统的问题，也甚至到马英九总统都有这个问题。为什么？因为我就是收你的钱，我不交货，收我的钱不交货，然后你还要再卖东西给我，我要不要买？买，因为我们政府就是这么有远见嘛，对不对？他看的是10年之后我们可能可以拿到武器，所以说我们的政府现在的政府是非常有远见的，他预习到我们10年、20年之后可以买到这些武器，所以说我早了20年、10年、20年，我先把钱付了，不就没事了吗？对不对？我现在先付钱，我20年子孙可以去享用这些美国现在的高科技武器，是不是这样？那反过来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很简单，乌克兰他现在武器拿到了没？美国给乌克兰这么多的军援，他最终能够拿到这个武器吗？台湾没拿到，乌克兰一定会拿到，但是数量性的问题，谁能够先拿到呢？所以说，现在美国现在援台的一些，无论是20亿美元、50亿美元啊，包含了海马斯什么东西，能不能交给台湾？不行。但是轻武器都可能可以，比如说地雷啊之类等等东西，对不对？反正炸断不他的脚嘛，没差，是不是？说这些东西啊，一些什么脱衣炮啊，这些东西啊，你怎么去给台湾？轻武器可以，但是重武器，我觉得这个状况是很难的事情。也包含了什么？也包含的是中国海警船现在也在跟日本啊，今年跟日本的钓鱼台之间的争议也是比较大的。说这也证明的是说，我们过去所看到的这个台海中线已经消失状况之下，现在啊金门的海防啊基本上也大概化为乌有的。那么现在等于是解放军的势力会不断的往我们这边逼近，甚至现在可以明目张胆直接跟日本的钓鱼台来去做抗争。然后他们自己的各自表述嘛，所以这变成是说，我们现在台湾事实上它是被包围的很严重的。说真的要去动一些什么样的一些争议的时候，我们是很难防的，因为我们所花的钱买的武器是基本上你是拿不到货的，至少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这样。而在我们布林肯跟习近平讲完之后啊，那中国又开始从福建开始进行对台湾13条的会台政策，也包含了台湾的百姓去福建那边创业，还有开始敦促我们台湾政府可以从平潭跟台湾直航，还有天津啊一些飞航这些的问题，希望大家能够互开。那这个事情很多人就说，两岸之间是不是开始要走向和平的道路了？老师可以跟他们讲，将欲取之，必先予之。各位懂老师这个意思吗？我要拿下你之前，我必须要先给你，让别人没有无话可说。我先给你是代表我的善意，但是你如果接不住，那就是你的问题。各位老师再讲一次，
将欲取之，必先予之。你们要拿下这块肉之前，你得先把它养肥了。各位懂老师的意思吗？说这惠台三条政策，其实认真去看，它是一些不痛不痒的政策。而即使开放两岸之间的一些旅游啊，它一直到马祖，马祖那个我告诉你，马祖不用你开放了，人家就去开个快艇，那半个小时就到了事情，半个小时1个小时就到了事情，我还需要你开放啊？不行，才天天去啊，我需要你开放啊？是不是？那是开放马祖，这是什么？叫释放善意。对马祖的经济有没有什么改善？没有。说实在没什么改善，因为马祖能玩的地方就不多，福澳港啊、马港啊，对不对？那个就没有什么地方可以玩，你知道吗？我在马祖当兵当那么久，我就不觉得马祖地方可以玩。对，还有不然什么？去跟马祖看天后宫吗？马祖天后宫，说真的啦，那个是殊胜啦，但是你要知道马祖天后宫啊，虽然叫马祖里面的天后宫啊，就是妈祖娘娘的那个本宫啊，但是你要知道它的人容纳不了几个人呢、啊，能够容纳几百个人，算是很厉害了。哦，那马港那边也不可能让你们去玩，马祖港那边不能让你去玩，开玩笑，那边是军港对不对？说能玩的地方就很少，福澳山吗？对，就很少啊，那没有什么铁板吗？也没什么地方可以玩啊，是不是？所以他要做的方法就很简单，我已经对你施出善意了。那如果你开放，那我派人过去旅游，那代表说我们今天愿意去交流这件事情。但是事实上，这个东西啊，不用只看前面这一段，而是在看它开放之后，它真的会给多少。他会不会真的注入大量的像马英九时期这么大量的游客进来台湾？那这个状况就值得去观察。而进来台湾之后，那你是不是台湾的商家，他们要开始让他们去接受，他们使用他们的支付宝，使用他们的微信啊？如果是的话，那台湾的金融生态也要做一些妥协跟改善，不然大陆的百姓来，你叫他们用新台币去买东西也可以啊，但是不容易。但是如果你愿意去申请一个微信的收款机制，对，它也开放让你去申请。是不是现在台湾人很容易可以申请微信的一个钱包？过去是不行的哈，过去你必须有很多条件，你才能去申请一个微信钱包。现在连微信啊都可以直接绑你台湾的信用卡去大陆消费。那么这样状况之下，它也当然可以去收人民币。那么他放游客过来，那你台湾有很多的东西，很多的商品，你是不是还是得要去接受这个人民币的支付，微信的支付宝这些状况？所以有可能会改变上我们的一些金融生态，是不是很多事情就会因此而改变？在这改变之后，到底对我们现在即将上任的伟大英明的赖清德总统的政府会有什么样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就很大，因为我们的国防部长是个律师，啊，就尽在不言中，就是这样，好不好？好了，时间已经超过太多了哈，这个我不能继续讲了，我们把那个4点讲完，我觉得很厉害。来，看各位有什么问题哈？好，我们继续讲哈。美国的学运呢，第一段讲过了，你看那个前面的第一段，我们第一段讲的国民学运。下礼拜还有更多事要交代。哦，来，哦，炒鱿鱼才是美国主人。好，来看什么问题哈？来，那个这武器先给美国用10年、20年再卖给台湾。OK，那 that's good 。好，感谢各位哈，我们今天超时太久了哈，不然的话这个等下这个字幕产生不出来哈。那感谢各位今天收看了，老师再继续讲一下哈，那个在5月9号的时候，老师会前往杭州啊，那在那个跟老师有约呢，我们再看看吧，在杭州、苏州、上海，可能老师还可以大家可以见个面哈，那看老师在哪里，我跟各位讲。那第二个就是说我们的八字盘要下载的哈，要请记得好，你要在 Google Play 上去下载啊。老师原来给你下载的点啊，那个把你给删掉了，那个稳定度最高是放在 Google 那边，老师已经改了3次版。哦，所以说你现在直接运行了，在你不会受到你网络的影响，或是老师本身核心的影响。好了，我是直接把它打包成在你的本机就可以使用。当然，你万年历那些你还是需要一些网络啦，不然的话没办法存到那么多资料。但是排盘基本上啊，它在你手机里面运行就可以了。说出现宕机或者是失误状况比较少。说请去 Google 搜寻乾坤门八字排盘，你就可以获得啊。今天用繁体字搜寻哈，那你一定可以下载到。中国大陆，请给老师在5月底之前，老师会把中国大陆各个平台去放老师的八字排盘系统，各位可以免费下载，然后免费使用，然后没有那么多跳出来广告，你也不用去点广告哦，然后当做使用的一个的阶段都不用哈，免费给你使用的。那最后一点就是说，我们的八字师资班课程，老师已经讲到第17集了，下礼拜讲到第19集，我们的格局篇就讲完了，也就是所谓的比劫格，还有我们的杂格啊、重弱格、重合格那些稍微提一下。那我们的格局篇大概就讲完了。
接下来就要教你怎么样去算财运啊，很多很多的实物上的一个算法。但是你算到这个月这个礼拜的为止，然后你就可以看拿解盘出来，大概你就可以知道老师里面所讲的，你大概是什么样的生命的轮廓，你大概就可以知道了。所以我们在下个礼拜讲完之后，我们在5月中之前，我们就会涨价，从现在的台币16800会涨价到台币的24000元，涨得不多啊，不然的话我就一次涨到36000就可以了，没有哈，我从16800涨到24000元，那讲到第40集的时候，会从24000元涨到36000元，然后呢，过个年可能还会再涨，好不好？预计涨到金额是心里有底啦，因为我不能比其他老师便宜太多，好吧？因为其他老师也是靠这个生活的嘛，他也要老师都要靠收学生啊，不然孔子收什么数序，对不对？他就是因为要速修嘛，他说什么收肉干，因为孔子也要吃饭呢、对，其他老师也要吃饭呢、那如果我卖太平影响到他们的收入啊，那我就被他们打了半死，好吧？这都是我学长，对不对？都我学长，开玩笑，学长学姐的，我不能影响到他们生气，好吗？所以我们一定会涨价，好吧？我们一定会涨价。说现在进来的，以后涨价你是不用补钱的，好吧？你现在买什么价格啊？交到完都是这个价格啊，你就可以不断的反复去学习，学习是不是终身的？不一定是终身呐、我可能半路我可能就死掉了，然后有人去续费才行，你知道吗？地震一下了，把我们全家都把它埋到地底里去了，过2年没有人去缴钱呢，他当然就没有用了，好吧？在我活的时候可以吧？好吧？好，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那下周三我们更新一下，老师已经录好了我们的推背图片，已经录好了，好吧？下周各位请准时礼拜三收看我们的单元更新剧。感谢各位今天收看，我是陈老师，我们下周见。其实今天还没讲完呢、就是还剩下还5月而已，还好，好吧？感谢各位了。谢谢各位今天收看，我是陈老师，我们下周见。